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部分呢，这个小单元呢，主要分了几个部分来谈啊。第一个，建制网站大概需要做什么啊？另外呢，这个在网页在执行的时候呢，它是如何的执行，以及它的编辑环境哦，如何编辑这个网页的程式码啊？万一呢，网页中有一些乱码的时候呢，它有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哦？所以像这边所看到的部分啊，好。另外，网页的开启方式哦，它怎么打开？有几种不同的开启方式，分别有什么差异？最后当然我们会谈到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JavaScript， 就是网页中常常做互动的部分，它的相关的常见的函式库以及整个网站的开发的一个框架的部分。首先我们看到一般来讲一个网站，它里面呢可能非常多的网页，网站里面有非常多的网页。这个每一个网页呢，每个网页的是一个程式档一个网页的程式档。这个网页里面包含非常多部分哦。首先我们网页，譬如说我们随便来看一下举例来说譬如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网页，在网页呢，你看它原始程式码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像这个原始程式码，原始程式码你会发现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内容这是它的原始程式码。好这些原始程式码包括哪些？首先可以看到第一个部分就包括所谓的内容这网页有什么内容它就用这个语法 HTML 或者最新的是 HTML5 这个语法来写它的内容。除了这个内容以外，比如说内容，比如说我今天可能是图片我可能是下拉式选单我可能是单旋钮、副旋钮之类的。好，有这些内容以后呢，我们要设定它的样式譬如图片是不是圆形的啦或者图片要不要边框或要不要模糊状之类的，所以要设定它的样式。所以有内容，通常来讲，它要设定它的样式，它图片多大多小。样式怎么设呢？其实就用 CSS。现在目前来讲是到第3版，所以 CSS3。OK， 好，有了内容又有样式，通常来讲，有些使用者会做点选做选取动作，或者做一些互动。好这互动部分其实就要靠 JavaScript， 所以 JavaScript 主要是用来控制跟使用者页面跟使用者的互动交流的部分。好除了这几个部分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说在网页的里面的内容，通常来讲是来自于资料，所以资料呢可能来自于很多面向所以这里底下我们介绍一下有几种常见的存取资料、储存或者是截取资料、获取资料或建置资料的方式。第一种就是用 SQL， 这是说资料库的一个语法，所以呢会利用这个东西去资料库里面呢去抓一些资料来呈现在页面上第二种呢，可能这些资料来自一些 JSON 的档案或格式，所以这资料可能来自于这种JSON 档案格式之后有机会再介绍这样的格式在现在目前来讲，在各种应用上，不管是应用程式或者网页常用到，它来做资料交换譬如网站的前端后端的交换，或者手机 APP 这些资料的存取，常常会用到这种格式。好另外呢，除了这个格式以外，在更早期之前，其实有一个叫 XML， 它跟这个网页的这个 HTML 格式很像所以另外一种就是用 XML 的方式去存放资料，所以可能会你要去读取 XML 的档案这里面就有一些资料，这档案里面有放一些资料最后一种就网站的前端后端在做互动的时候，譬如说我要前端举例来讲，我打一个搜寻引擎，像我打一个关键字，它利用这个关键字就去后端去做资料截取，所以又利用 AJAX 去做同步或者非同步的一个资料存取所以大概一般跟资料相关的大概知识概念大概这一些我们再往下来看一下，有了前面这个以后，我们来看一下网页一般的执行的环境，有分成前端的语法跟后端的语法。好，前端的语法指的是什么？就包括，其实如果简单来讲，前端的语法就是一个档案里面就包括这3个部分 ：HTML5 和 CSS 或者 CSS3 JavaScript。好，这里呢看到的是什么？就像刚刚看到这个东西这个就是 HTML5， 这个都是刚刚3种语法比如像这个部分，这个就是 HTML5 的语法
另外这个就 JavaScript 有没有 ？JavaScript 的语法这之后都会再介绍到。另外当然像这个东西，这个就是 CSS 样式的语法 ，style 这样式的语法 ，script 这是 JavaScript 的语法这个是 CSS 的语法，设定它的样式比如说它的内边距啊，它的字体颜色啊，它的宽度啊，诸如此类的。好，还有这个以后，这个就是前端。所以一般来讲，一个档案里面，如果今天只是这个语法，基本上来讲你是可以看到，也就是说你写的这个程式嘛，写的前端的程式语法是一览无遗的，大家都看得到。OK， 所以这个前端的部分只要用浏览器打开就可以了然后后端的语法呢，基本上来讲，后端就比较譬如举例来讲，他去抓资料库里面的资料这时候呢，他就不会让你看到。譬如说你去购物网站，他今天去他的网站的后端呢，去抓什么资料，抓什么商品资料，或者抓会员的资料，他不可能让你知道怎么抓，他那边怎么存放。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后端的语法。后端的程式语法呢，基本上来讲，大部分现在常见都是用 PHP、ASP.NET 写，那早期有用 JSP 去写大部分现在来讲是这两个比较普遍。OK，当然有的人也有看到，可能是什么是ASP.NET.com 之类，这个也是都其实基本上讲大家都是比较这属于微软体系的这一般来讲的一般中小型企业比较常用的一个语法。好，有这个后端语法，基本上来说呢，就是说就好像一个商务网站或者一个学校网站，它24小时在跑，后端的这程式码呢，基本上讲要安装把它放在这个网站伺服器上，所以你必须要架站一般常见这个就是 IIS 就微软比如说你要执行 ASP.NET 你就必须我们看一下你要执行 ASP.NET 你就必须安装这个这样的一个网站伺服器如果执行这个一般常见是安装 Apache 这个就会24小时在那边运作另外为了要懂这个语法呢，基本上要有一个解译器或者直译器这东西好除了网站伺服器呢，还有这个后端的解译器呢，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资料库，专门来放资料常见的资料库比如像 MySQL 是吧这个一般来讲在免费开发上就用免费的环境常会遇到另外这个 SQL Server、Oracle 这就是商业的一个资料库系统好，所以网页呢前后端大概是这样当然要注意到这个只要是前端的档案，前端网页的程式档，它浏览器直接打开就可以，甚至档案动作按2下就可以。但是呢，后端的不行，就一定要架一个网站才能够执行这个后端的程式嘛。我们后面会再做详细的一个介绍我们再往下来看一下，一般我要写这个网页的程式码呢，怎么办呢？大部分早期会用记事本高手一般来讲以前早期的就一个一个字慢慢写，但是这样的写法很麻烦，因为程式码有很多很长，甚至于各种语法指令这个你就要记得很熟，或者要自己要慢慢去查。后来慢慢的开发有其他的一些比较便利的开发的环境开发环境像 Notepad 加加这个是有点是强化版的记事本大部分现在都是用整合开发环境，它可以提示你有什么指令可以用，所以每个指令它的用法它都所以现在列在下面这个就是一些整合开发环境常见的大部分我们现在来讲，很多人全世界很多人都在用这个Visual Studio Code 或者叫 VS Code 叫 VS Code 这个东西呢是用来常常被用来写网页程式码，其实不是网页，甚至它可以写 Java、Python 其他各样的程式码，所以各种程式语言其实现在很多人都用这个来开发。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像这个 Nebis 还有一个 Libs 这些 Visual Studio 这个是Visual Studio Code 属于这个 Visual Studio，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那个的精简版，它档案比较小，但是就够用了所以我们主要会介绍用这个来开发我们可以看一下 VS Code 大概是长得像什么样子。VS Code 其实长得就像这个样子像这样的一个环境这个 VS Code
待会我们会看一下怎么去用这个来开发。那个 NetBeans 呢，就是这个。这个你要建专案。像这个来讲，你可以变 PHP 专案，或者是纯粹的前端的网页专案。这都可以这 PHP 专案就像这样。还有这个以后呢，我们再回到这边来看一般在网页，如果你网页程式码开发完以后，你在执行上会出现乱码，通常来讲会这两种情况是有可能这两个情况原因一般的网页呢，大部分都是点 HTML 跟点 HTML 这两个这个呢，基本上只要这两个东西呢，它就是所谓的前端的程式嘛，它不能去抓后端的资料，后端资料库是不行的所以万一这种程式码里面呢，万一有发生乱码，有一种情况是加了这一行，检查看有这一行如果有的话，有可能有时候是可以解决的我们来看一下比如像这个基本上它是英文的，比较不是像本身它也有写当然就这个网站来讲，它是英文的，比较不会有中文乱码的问题但是它还是有写，它用编码是用 UTF-8的编码方式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一个部分好大概就是写在 head 这个地方，这个写一个这样写法另外第二种呢，我们看一下第二种，就是说有可能本身这个档案一开始这个档案呢它的编码就有问题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最简单的方式，我们就把 Notepad 加叫出来，我们把随便一个档案丢进去这档案丢进去，拉进去以后呢，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编码，编码这边有时候可能是ANSI 的编码，有可能是其他各样的编码这时候就有可能出现乱码你只要万一这种状况呢，你只要丢进来以后呢，你把它选用这个选用这个以后再把它做存档的动作这样有时候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大家遇到中文乱码它这边有详细跟你讲利用 Notepad 加这个也是免费的软体把它检查是不是它，如果不是的话建议转换，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 OK 好，再来我们这里看到的是说前端的网站，我们刚才讲说前端的程式码它可以用几种简单的开启方式，但是后端不行，一定要架站。我们先看前端比如说像这个，像刚刚举的这个例子，这个是一个前端的如果仔细看的话，它可以讲说这是 HTML 的档案格式，有没有？所以呢，这样前端呢有几种方式，第一个就是那有一个叫只要点选就可以开启只适用前端这边跟你讲说只适用前端，前端它可以用这一招来打开比如像这个，我现在档案总管里面我直接按2下，它就开了注意看到上面的这个不是网址，你看到这是低槽底下的资料夹，某个资料夹底下的资料夹是在，所以是 file 但是你如果看到是原始程式码是可以看得到的UTF-8有没有看到这边参考这个某个网站这里就写一些注解这设样式，设完样式以后底下有个这个这样语法，所以这个就是大概很简单，就是刚刚第一个动作所讲的第二个呢，它会利用把这个档案呢利用放到某个资料夹，再利用 localhost 去开，但是这个前提呢，基本上讲这个是有架站的状况有架站的情况之下这个什么叫架站的情况之下呢比如这个呢基本上来讲它要用这种方式开，就是比如把这个档案，把刚刚这个档案放到架站的地方你要知道架站的地方在哪里比如说常见的两种一种叫做WAMP一种叫做 XMPP 比如像这个 WAMP， 这是常见的一个帮你封装好的一个软体，你安装完以后呢，它可以帮你装了 Apache 就像刚刚谈到了，我们刚刚看到它安装完这个会有什么呢？会有这一部分这边我刚刚看到
装完这个以后呢，它就会有 Apache， 有 PHP 的解译器，有 MySQL。这3个你只要装在软体上，3个都帮你装。所以呢，常见的是有 WAMP， 还有所谓的 XAMPP。目前来讲，全世界的市占的使用情形 ，XAMPP 第一名 ，WAMP 大概是第2名。它譬如像这个执行一下，它就启动这个网站，启动这个伺服器了。Apache MySQL 有没有？那 PHP 它已经装进去了，比如我可以启动它，就是类似这样启动。所以呢，它可以 Apache 跳开，这是它的首页，有没有 ？Localhost 底下这个，所以这个大概是有这样一些，但是你要前提是要把你的档案丢到它的目录，就是丢到哪里？我们首先看一下 XAMPP XAMPP 你就必须丢到 htdoc 这里 ，XAMPP htdoc 要丢到这个地方，所以刚刚 dashboard 就在这个地方，这边看到，所以你就必须要丢到这个资料夹底下，这是 XAMPP。WAMP 要丢到哪里啊 ？WAMP 的话，安装完如果早期的话，它可能是 WAMP 没有64，看你安装是哪一个版本。如果这个64版本，它就有 WAMP 64，进去以后你必须丢在 WW 这个底下，所以你这个可以自己建自己的资料夹，譬如说建什么 School 啦，或者是 Prada 或者 Drinks 啊，饮料店啊什么之类，都可以在这边建资料夹，把档案全部丢进去。好，所以这个大概是常见的一个方式哈。我们回到这边来看这个就是刚刚谈到的这个地方。放在这个地方直接点选 ，OK， 这个一样，你这个就是这2个方式类似那你必须要丢到某个地方，去架站。好，这个是直接点选，就注意到这2个方式呢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其实是直接点选，这个是要打这个网址。当然，其实这个直接点选跟这个直接点选概念是一样的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地方跟这个是一样的概念，只是说它放到网站的伺服器，这个是放随便一个资料夹。另外呢，如果你真的要打网址，像刚刚这种方式的话，类似这样 localhost， 你就必须要先把档案先丢到它的资料夹里面，再打这个网址才可以跑。所以这个大概是用这种。另外一般来说呢，其实应该说放在所谓的放在网站的资料夹里面呢，网站伺服器的资料夹，这个写法，像这种写法基本上前后端都可以用，所以这个大概是让大家知道一下好，我们看一下，最后这边看到的是整个网页在网站在开发的时候，互动部分 JavaScript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而且是最复杂的一个部分这个主要是牵涉到互动。JavaScript 的语法呢，基本上讲它一般跟 Java 或者一般的其他的程式语言C# 可能都很像，很类似但是这个一般为了网页的写法里面呢，纯粹用这种传统的程式语言的写法，当然可以不过呢是写的会比较复杂，有时候一写可能不小心就几十行、几百行、几千行有可能所以慢慢有些人会提供一些函式库，让你可以比较简单的呼叫一些函式方法，就可以达到互动的效果所以慢慢就有开发出来，所以 jQuery、React.js 还有 Angular， 甚至于 Vue.js 这些东西，所以你可以把它视为这一些东西视为它的函式库，就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叫用它提供的函式库，就可以做到互动的一个效果。好，除了这个以外，最下面这个东西是最近这些年来开发出来专门做在网页上做视觉化呈现的一个函式库，也是 JavaScript 的函式库，所以这些都是属于前端的函式库，可以让你很方便做到互动甚至视觉化的一个部分。后端呢，后端的部分就譬如像最有名的就是 Node.js，
原来 JavaScript 只能用在前端，但是呢，后来之后开发出来 JavaScript， 它也可以把这个用 JavaScript 的语法可以写成后端的程式，就所谓的 Node.js。如果简单一点讲，就是说你前后端你想要用同一种程序语言 ，OK， 你就用这个去开发。所以这边讲说它是运行在后端的 JavaScript， 可以这样想象。除了这个以外，另外还有一些框架部分。所谓的框架主要简单讲就是说你在开发整个网站的时候呢，你比较有系统的，有一些规范让使用者就根据你这个规范，就好像盖房子啊，或者是今天要做一个商品，还有一个模型啊，一个规格啊一样概念。好，所以有这个框架以后，你照这个框架去写，你就可以比较方便管理整个专案，甚至比较快速的分工，做好你这个网站的设计。所以常看到有人Nest 跟 Nest， 或者 Nest 跟 Next 这两个都是属于框架，但是它的区别不一样这个是根据 Node.js 的，这个是根据 React 这是常见的几个部分。这里呢特别帮大家标示出来红色的部分是前端的框架里面呢，这个是早期是已经10-20年就已经一直以来都很用但是最近来讲，这个是最近几年是全世界最红的一个部分越来越多人用的部分。一般来讲，在就业市场里面常看到是这几个这几个人家懂说你开发网站会写这几个又会用这几种函式库这种框架的话，然后就觉得很厉害比较好找工作。另外当然后端这个 Node.js 还有包括前面谈到的 PHP 后端的部分当然也要 PHP 还有刚刚 ASP.NET OK 因为我们这边主要着重的是 JavaScript 相关的，所以才会只讲这几个。但是后端程式语言呢，其实这个也是在就业市场需求很大的部分所以大概整个网站设计的基本介绍都到这一边。